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好内容学习机认准学而思，本节目由学而思学习机赞助播出。TCL SQD Mini LED 电视，好画质不将就。锁定 Ambiuni， 懂你的 AI 搭子，贴心陪伴每一刻。本节目由 Ambiuni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奔驰设计、中国制造的新奢个性新能源汽车品牌 Smart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嘉宝莉艺术涂料赞助播出。每周六12点，会员抢先看姐姐们的当家生活。上微博搜索“姐姐当家”，解锁更多当家姐姐们的高光时刻。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由美团买药冠名的爱奇艺自制综艺《姐姐当家2》。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维嘉。那今天呢，我们是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啊。首先欢迎倪萍老师，全玲姐，还有子君老师，欢迎。这一期呢，我们是4位我们的姐姐参与我们的观察室的录制，让我们掌声欢迎杜华，耶！接下来是小鹿，后面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冉莹莹，徐梦桃。梦桃好像长在长沙了，一直在这儿参加乘风，然后又参加我们节目录制，都在这儿，是吧？就特别不巧，嘉哥，其实我喜欢你好多年了，然后但是我们俩，我认识娜姐跟那个何炅老师，就是跟您一直没认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哎呦，哎呦，拥抱！是拥抱吗？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得亏我会翻跟头。哎呀，还好。我们第一个热搜有了啊，就是那个从来不摔跤的徐梦桃，为了维嘉差点摔一跤。妈呀！何老师第一次见我也摔了一个跟头。那这一季陪我们一起看姐姐们生活的还有8位当家观察团的成员们，有我们第一季敢说敢开麦的朋友，也有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各类博主，他们还是会继续充当我们观众们的嘴替，欢迎各位。好了，在开场之前呢，节目组委托我问一下倪萍老师一个问题，肯定没好话说。因为倪萍老师呢，去年就跟我们导演组说啊，这个吐槽我们这个观察室有点多余。我从来没说过吐槽多余啊，我从来没有，我都够听话的。一个节目我们播出的时候我看连10分钟都没有，然后我们一录1天，一说就是没意思，要吐槽，要怎么样，我就觉得哎，这不算吐槽，这算提意见。好了，再问一下全玲姐那有些观众呢觉得您去年在《姐姐当家》这个节目当中呢，风格有所收敛，就是因为你在别的节目当中非常犀利，是不是因为有倪萍这样的前辈在，所以你觉得收敛了？这还听不出来挑事儿啊？那个你看我都不用说，我现在就走。他的意思是说，姐姐你压制我了。对，你再问一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问一遍，重问一遍，对。就是那倪萍姐姐是不是压了你一头呢？啊，那个你自己回答啦，给维嘉鼓掌啊。好了，那子君老师上一期也给我们输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观点，包括从心理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一期，期待你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好不好？谢谢。好了，刚才说了4个姐姐，以后呢，我们就要替导演组问出一个他们这一季面临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一个，我首先想问一下冉莹莹，
那我想问你，你们两口子之间闹离婚，闹到民政局去了，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是现在要说的吗？维嘉就是这样，把所有的困难都推到别人面前。是，啊，真去了？真去了。哎，是你要去民政局，还是他要去？一开始他嚷嚷要去嘛，嚷了好几次，然后我都不去，我就赖着，我就不起床。然后后来他就嚷嚷说一定要去，我说行，今天你要去，好，姐姐陪你。所以不愿意去的是你。对，开始不愿意去是我。但后来他闹过很多次以后，我就说，然后你就是说走，可以，嗯，对。所以这次来，其实上《姐姐当家2》，我觉得是我和世民哥我们的家庭，其实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走过高光，当然也跌入谷底。现在我觉得我们正在努力的爬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家庭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爬起的过程当中，再雄起一把，就是真正的好好的交流一下，然后找到彼此哪些需要共同进步的地方。你也很像在带孩子呀。大儿子。好了，这个小鹿的问题我不敢问。这么吓人吗？小鹿，你那积极备孕有结果了吗？毫无结果，今天月经第2天。真的。我们的小鹿呢，备孕呢已经2年的时间了。那其实想要找一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果，什么原因，是吧？接下来问东华姐姐了，耶，欢迎，哇哦，职场女强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听说您现在的兴趣不在艺人经济身上了，开发了什么新的项目吗？现在大部分的时间的话，就放在机器人啊、AI， 还有 IP， 对，潮玩。你现在开启了2次创业，你还有那种当初那种闯的那种感觉吗？有啊，就现在的话，我可能牌桌上筹码更多了一些啊。你牌桌上最重要的那张牌是哪张牌呢？阅历、经验。好，所以你可以继续叨，来继续。你的，张全宁追问，那你离开了没有这个问题王一博，你觉得您还能成功吗？有点太稳开，你看。导演给的那样。我觉得我是运气很好吧，就是说遇到了王一博。那反过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博的话也很幸运遇到我，对吧？王一博还是很优秀的。你真的很爱王一博。我爱你比爱王一博爱多了。哇！王一博听到了吗？喊话王一博可还行。好了，接下来问一下孟桃哈。那听说你的婆媳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但是呢，辛迪的母子关系好像是就没那么顺畅了。对她那个我婆婆，她在秦皇岛，她只要感觉她妈在那儿待的挺好的，自己啊没事跳跳舞，然后开开心心的，非必要的话就是也不用常联系。第1季呢，我们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叫做不再害怕。所以这一季我们的主题呢，跟大家说一下是爱是什么。那大家要从对自己的了解，然后跟另一半的相处，然后跟家人的相处，跟职场的打拼，然后来感受一下爱是什么。那第2季也算是正式开始了。我觉得重中之重呢，也是要看到姐姐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是怎么来对付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课题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段，看看冉莹莹姐姐。我的很多朋友说我是恋爱脑，我觉得我不是。邹市明年轻时候还是很帅呀。轩轩，你要吃2面，对不对？你恐惧过婚姻没？恐惧。你坐后排，小朋友不能坐前排。从小啊，我身边好像就没有几对好像婚姻是幸福、开心、甜蜜的，我感觉都挺不开心的。全神贯注啊，集中注意力 ，OK， 享受当下 ，OK。好球，非常好，再来一个。现在我觉得我的婚姻里面缺爱，因为我缺支撑。但你给了他是不是？我觉得我在做，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做。对，
我们其实现在情感问题比较大吧，是吧？或者我们这个家庭的相处的模式吧，我提离婚也提了很多次。我也40岁了，我几乎跟了他20年，然后我觉得我也应该再有20年，我还是那样过，我这没有我自己了，我再20年我醒悟我就60了，这也不能叫醒悟啊。哎呀，真好哇！你们分开睡多久了？我们搬来这儿5年了，5年。我今天出门之前看了一篇文章，他拿给我，他说哟这个有意思，你快看，千万别离婚，现在流行干婚，大家过的是 AA 制的生活，反正你住你的，我住我的，哪怕比如一张床背对背各刷各的手机。然后呢，你忙你的，你玩你的，然后呢，我也不问你，然后我也交我的朋友，然后他还朗读，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有点读不下去了，发现怎么那么写实，那么写实。说为什么不离婚？说如果离婚，你可能会选择下一个，那下一个就没有问题了吗？而且下一个可能对自己孩子还不如就是原配。对。哎，对呀，老师。我觉得我有崇拜过他，我去看他训练，哇！就是我看到他，哇，真的好苦啊。我看他训练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哇，他好厉害。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各种都给他管，然后买菜做饭，我还摆盘，为了给他心情好，还给他摆各种笑脸，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怀老2嘛，我给他开车。然后我的肚子就是最后大到这样，哇，开个那种面包车，在那好莱坞山，就是那个道很窄嘛，我还在甩盘子。就比赛的时候压力很大，美国洛杉矶很干燥的，就经常就是便秘啊、不舒服啊那种。然后我说我煮点蔬菜吃吧，我在那儿洗菜，他在这儿吃饺子，他一双筷子给我飞过去，他这有吃的，你还吃什么菜还挑嘴，我妈好伤心，我妈哭的。我妈说走，我们2口出去，我们去别的地方住。我说不，我说这个肯定是他压力大了，对吧？我们这样一走，算什么呢？如果造成他的运动成绩什么不好，那我有责任的。那我想不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是载入中国史册的男人。理解动作，吃着冰棍回忆着以前。后期挺逗啊，这个。回来了，以后不放你们出去了哈，坐好。你乖，来擦擦手。哎呦，不能出去，你快，不要关门了，凤凰，今天你是刺儿头啊，你给我回来。肉肠哎，你们平时最爱吃。进来嘛，还不归家了，你还离家就一条线，你还坐，来，啊，林姐，你该你采访了。哦，陈导来了，对吗？好，Let's go。等一下，陈导，黄金遍地。我来。哦。怪不得，又在吃饺子，他真的很爱吃饺子。超爱。你几只狗啊？有5只。是吧？然后你有3个孩子，5只狗，那你这个爱不够啊。哼。这个怎么老人味这么重啊？这个瞬间站起来就咳出一坨肉来。那你们的感情和当年不一样了吗？对，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开这个拳馆以后，很大的变化，亏了很多钱，
2个亿，我觉得压力挺大的，就是我每个月雷打不动，要还银行很多利息，还有孩子的学费。如果我1个月不工作或者没收入，就很可怕。所以以前我经常就是直播。今天大家都知道哦，我甚至会播到半夜，比如2、3点我都在播。开始是我先签进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做自媒体也签进来？我不做。奥运冠军怎么能做这个呢？结果我就给他看，我说杨威正在直播，哎看田亮正在直播，然后他也不，就是他短视频啊，后来是24年对不对？然后才开始拍的。土豆丝儿，贵州土豆片儿，在我们贵州叫洋芋。然后我们俩一睁眼聊的最多就是今天这个生意又不好，没有什么聊感情，就聊钱，孩子他都很少聊，然后他经常都在他房间里不出来。我儿子发烧，他都在他房子里，他都不管。就阿姨把饭要抬到他门口，我就说他，我就说你这里面你是在坐月子吗？他在里面干嘛？哎，打游戏。他说他跟我的孩子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他开始打王者荣耀。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现在都不打王者荣耀了，就是现在回讲他们这种故事啊，讲咱们这些故事，我都觉得是。因为我心态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性格也比较开朗，我也觉得就当个说笑就过了。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哥，说实话是痛苦的啊，真的是挺痛苦的。原来那个就是为梦想去奋斗的邹明不见了，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该要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气血疼了。哎呀，我们运营不好，我们亏了，我说这个没有关系，亏了我们认，挨打我们立正。再爬起来就可以了嘛。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把贵阳的房子卖了。对，原来我们之前在美国训练的时候，美国有个房子也卖了，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对也是把它卖了，还银行。就是我们过去2年最大的一个隐患就解除了。我们目前还与6位朋友有债务的关系。其实这次我来姐姐当家，我特别希望改变我跟邹永明的现状。我希望他支棱起来，了解到其实我和孩子是需要他的。如果他继续这么不支棱，我觉得很危险。你觉得能改变得了别人吗？唉，前2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改变别人的都是神经病，改变自己才能做神，就试着当把神经病呗。你跟你先生对花钱这个事儿有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我们意见其实相当不合，就是花钱这个事儿，他以前来看我啊，他就会去充卡，比如他说，哎，这个餐厅好吃，他充很多钱在里面，可能后面往往就是也没吃了，这个餐厅可能也没了。我比较实在，就比如说美团，那个买药，像这种健康卡呀这种，我觉得也就很划算。在美团上买很多药，平台都有返现，我还觉得挺好的。其实我也办了一张，1年可能就几10块钱，它会有免费1对1的送药，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平台的返现。不愧是姐姐当家，对不对？今天天气好好哦，要不要去院子里搞一下嘛？把院子打扫了。好呀，哦，秋风扫落叶。这有点滑了。最近小孩子不要在这打篮球，他们最近都没有来打。这儿还有哎。扫地僧。所以现在家里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吗？不是他说了算的，只有他有话语权。我是属于啥也不管。那以前呢，我在国家队，我只练好、吃好，比好啊，然后啥其他事儿全部有人帮我全都安排好了，我习惯了。他其实这地方应该拿水冲一冲的。我来冲，我看到那儿有那个啥。我来。这个有狗屎。来，我来。在生活里面，我没什么家庭观念。我14岁我就出门了，然后我包括和小孩子相处、老大相处，我也不知道14岁怎么样和爸爸妈妈相处。从小都是和兄弟，然后要么就是一群人在一起。来，
豌豆我也来点。豌豆来点。哎，这个我来拿。作为一个爸爸或者是老公以后，也没有做好一个转换，甚至一家人他们的因为我的训练、工作、比赛来迁就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我现在更多的事就是这个建立一个能够赚钱的一个能力的同时哈，我就想着怎么样好好经营我的家庭。对，哪怕就是跟他在陪伴或者是他的这个跟他的沟通，我们可能要花一些心思。你在烧菜呀，姐姐？快下哦，下锅了，都切好了。要不我来掂两下。很恩爱的呀，很甜蜜的呀。哇！慢点，慢点，慢点。哇！可以吗？还可以掂两下啊。挺好的，不错。那今天晚上尝尝爸爸的手艺。好难得呀。我觉得这肉都比菜多了。姐姐当家这个节目真好，能让老公开始劳动做饭，哇塞！老公当家也要做的。你这种变化，我觉得很开心。我变了吗？我一点都没变，我一点都没变，好不好？我觉得有点惊喜，就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明哥，干了很多1年才要干完的活儿。好香啊！就是可以勾一点点香油。我相信啊，今天我老公做的菜不一定是很好吃的，也是先起油的吧？啊，炒菜肯定要放油啊。但我其实是希望他跟孩子们的距离拉近，让孩子们感受到父爱，尝尝爸爸的手艺，这是爸爸为你们做的，也是希望就是孩子们去充分的肯定他、认可他。来，宝贝，今天这几个菜爸爸下厨哦，觉得好吃的话，下次我看你准备拿哪块。拿了一个，唯一这一盘都是爸爸做的，不给面子啊！来，宝贝，哎，今天爸爸妈妈共同合作这几个菜，爸爸下的厨哦，你坐下来先尝一尝，看今天爸爸的手艺你们吃得惯吗？轩轩长这么大了，宝贝儿好吃吗？有味道。他喜欢吃重口味。那肯定是爸爸没炒好。这个宝贝儿，这个来回锅肉吧。回锅肉。那我们两个上去换衣服吧。我不用换，你就穿这个。那我去换一下衣服。妈妈去换衣服。我的宝贝，爱你。我也要。我就觉得妈妈今天这个分量弄多了，对吧？太大盘了。哦，你的这个饭量可以把它吃完。一看就是平时不咋相处啊。世民跟他们不说话。孩子们是不是比较害怕爸爸？哎，你比如说哈，我儿子，我们今天也好不容易一家5口吃个晚饭，对吧？坐在那儿，我小儿子吃，不是一挑，比如说这个肉不是挑出去了哈，不认真吃饭，你就说，你说不认真吃饭，筷子要握好，他能把他自己骂生气，你知道吗？他说你不好好吃饭，那肉不是钱买的吗？加过来。那老三就在那儿，就开始哭。今天吃饭真的 very good。好，他看老三哭了，就开始说老二，你看你，啊，又开始把老二骂一遍。好，老大们就聪明哈，老大不是吃完抬着碗，你们慢慢吃，走了。哦，那2个就坐在下面被骂的呀，就是那2个太小了，还没反应过来，没有经验。对，反正就是他能够把他自己骂生气。Ryan， 你猜今天谁做的饭？今天给爸爸打多少分？跟100分啊！没有这么不要这样。还喝口汤啊！今天想给爸爸要表扬表扬，要好好说一下。你来 ，Ryan 先讲。好，喝一口。还有呢？喝一口了。希望爸爸以后怎么样？多陪我。听到没有？希望你多陪我们。那你要跟妈妈说点什么？要跟妈妈说什么？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愿望的，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空间。我就没有可以
妈妈已经没有可以进步的空间了。那爸爸呢？你觉得爸爸哪里可以再进步一下？多陪我们一会儿。还有呢？多帮一下。多帮一下我呀，听到没？多帮一下我。啊，帮一下你说。你像是这些3个儿子，以前都是黏在他们身边，我有信心，再过几年他们会慢慢的站在我的身后。哪来的自信？因为他很爱孩子，老大从小学就已经有手机了哈。我和姥姥这关键是小孩子，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永远给孩子开一个口，那我们就永远去严厉。然后有时候他说：“老公去。”我刚骂到一半呢，好了，哎，他们知道错了。那他就永远都说啊，爸爸负责价值观，妈妈负责安全感啊。后来价值和安全，他就2手抓了，一手抓了，对吧？怎么呢？这个道题太难了。这个呀，就是经典的火柴棒问题。让小思把知识点再给你讲一遍吧。好。看到没？你好，西西。它呀，就像 AI 的智能学伴一样的，能记得你的学习的进步，还有你的学习的表现。然后呢，边讲边互动，引导你一步步的来梳理知识点。哪儿不会，咱们就提问啊。小思，帮我讲解一下题目。学而思做内容已经做了22年了，你人生的第1台学习机。妈妈想给你找体系专业的，内容优质的，好好学习。他今天这样子，你喜不喜欢？你现在偷偷加重了。他给你加重，逼迫你，威胁你。他平时肯定不是这样，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喜欢他现在这样。我在录，你可以暴露的很清楚。没有在录，所以说其实你看是你们没有发掘爸爸的优势。今天其实包括莹姐，她说你跟平时很不一样。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可能，我只是做了一点改变而已。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心要去做这些的事情，只是我可能还没有一个条件或者是引领我然后去做。其实我做的很开心，我很 enjoy， 我今天非常开心。好累哦，因为我去打了一天高尔夫球，看这个。我在1个小时里面，我不停地出拳，我打12回合，我都不觉得是。可生活就是这样哦。但是我们一辈子有很长的时间要去做很多事情，他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你必须要守在这方面，必须要做这个事情，懂不懂？我听不懂什么叫。比如说我现在很累，但不得不坐在这个镜头下面，你觉得是不是很累的？那如果不是这镜头，不记录它是不是就变成很累的？你可以不要把这个镜头当回事儿，你该干啥干啥呀。回去吧。回哪儿啊？回你房间呀。哦，现在要分房了。别演别装行吗？不是本来就在你那边睡。你期待爸爸以后都像今天这样吗？他可以吗？你觉得呢？你凭你的判断。应该不行，他只会拍，因为他一般也没有时间。为了拍这样表现，也真的没啥意思。哇！今天早上他6点多给我发信息说，他说那个跟你聊点事儿。啊，我说那行。啊，他说过来跟我聊事儿，他也没聊什么。然后呢，他就可能刷短视频，打了一下游戏王者。所以后来就是你们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两个，他从我房间说：“哎，你们俩一起，啊？你们不是正常的夫妻吗？为什么很忌讳被人看到？”咱们去青浦房产交易中心。啊？
哦，谢谢。当时你惊掉下巴了，是吗？对，我惊呆了。哇，下雨了。小雨，小雨是什么？小雨是什么？小雨是什么？小雨是淅沥沥吗？淅沥大雨呢？淅沥沥是谁？大雨呢？大雨是谁？小雨淅沥沥嘛，大雨哗啦啦。这个梗在哪儿？终于呢？不懂。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蒙圈了。这是什么情话？他是不是以为上了中年恋综啊？2次情感再出发，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好土味情话哦。哎呀，是不是土一点嘛？你都那么洋气了，要综合一下嘛。你说，我说什么？上次坐的这个车，比这次坐要开心点。那倒没有，都差不多的。只是我在想，什么原因？你今天刚还给我开门，你给我下雨了嘛？你会给我开门吗？因为你拿着伞呢。你是因为录真人秀才这样的吗？你平时会给我开门吗？我没给你开过门吗？就是像这样给我开车门。我没给你开过门吗？几乎没有，很少见。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不，你太反常了。你看你，真的太不适应了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觉得高兴嘛，哎，还会给我开门。另外嘛，我觉得这个太反常了，这个。你今天下着雨，你说你拿着咖啡和伞，不要拿咖啡拿伞了，我平时抱着娃你都不可能给我开，是不是？哦。哎，这次你看你还会给我开门，给我惊呆了。真会来戏啊！你会来戏，哎呀！你能不能自然点儿？就是做你自己，搞得我就是不习惯我都。你这好像这被剪出来说，好像是我是在故意讨好你，故意在这啊，这是。那我宁可以后都不干了啊，不做就没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而且我平时我做的这件事，然后好像现在好像都被抹平了，都好像没做过。你以前我只要能帮你开门的，我都帮你开门。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是我现在每次要先上车，因为我不确定你每次要上要多少时间，我就不敢催你。然后吹多了也没意思，那我在车里面等你，证明就是你要决定的走的时间是由你来决定。哼，生气了。说实话，我在昨天我是很感动的啊！我说谢谢节目组，我发现我老公变个人啊！哎，哇，这什么？寻找上的一个。哇，谢谢，这个对我来说。好像中了头等奖一样的，但是昨天过完以后，今天我有点后怕，说实话。所以你不相信他昨天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吗？能帮我找个口罩吗？2个口罩，给我们2个口罩，因为这个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卖房。今天是好日子啊，我们撤压了呀，对吧？对，压力又减轻了呀。对。都开心了，无债一身轻。哦，给自己老婆开个门，他就觉得啊，这事儿，不能存在。我以前也是经常给他提东西的呀，然后开车门，这是很常见的事儿。哎，开心，搞完了。代理人签个。可能就是这几年哈，大家谈恋爱的时间少了，可能一起出去处理事情，在夫妻的身份上面少了，有时候。重启动是有点不适应。喂，妈妈，我想你肯定是想我们，哎呀，肯定很着急啊，担心啊。后面我们就租房子住嘛，反正。多么美好的一天，后来被他泼一盆冷水以后，我就是有点憋屈，红温了。经常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然后你嬉皮笑脸的，然后被一句话给苍蝇吃到嘴巴里面，然后。我这一天我就觉得不舒服。
石明哥，小酌一点，庆祝一下。我喝点这个。啊？喝点壶就行。哎，今天这么大的好消息，喜事儿，咱碰个杯吗？你喝啊。妈的，生气从早上生到晚上也挺不容易。今天要庆祝一下，今天我们家在世上最大的一座山没有了。恭喜。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没有。恭喜你。恭喜我，不也恭喜你吗？这不是咱俩人事儿吗？要开心一起开心。你有什么觉得对我就不舒服我的是吗？还是因为我在车上说你给我开门那个事儿？是因为这事吗？过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我们俩在一起20年了，对吧？而且我们两个就是舒舒服服的，就是真实自己，哪怕有不完美，真实自己哪怕有不完美，我觉得那也是真实的自己。那完美的那不是真实自己，那我很别扭呀。或者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不觉得，挺好的。是不是我今天这种说话方式你？没有。想多了。行，我想多了，那我们就开心一点。开心点。对啊，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么大的一笔债务，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开心？开心就好。我信你，你说开心，我相信你是开心。太不容易了。那你今天晚上还会跟他合作吗？早就没事了，过都过了。我很高兴，其实内心很高兴，只是我故意表现的不高兴。哇，这个今天早上就吃个苍蝇，你知道吗？真好吃。对吧？这咱俩昨天买的，一般般。不。又要我陪伴你，要我给你情绪价值，你还让我做自己，你又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吧，对吧？那我就觉得这个先不惯他了。又不能。你26年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有吗？啊？有吗？好。说。啊？祝贺你。好。祝贺我。好，拜拜。不应该祝贺我们一起吗？今天。我走了。今天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一天啊！开心。好吧，还把音乐带走了，还好我也有下载。我喜欢这一首，我怀念的。你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真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
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哇，他真的是像一个大宝宝哎，啊。这心里得多强大！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你相信爱情吗？爱情当然相信了，爱情这个人类都有的呀。如果你是我，你觉得你会怎么做？我是你，我能怎么做呢？背一身的这个东西，你能怎么样？对，是吗？嗯。对吧？因为镜头一开始你们是从2个门出来的，对，就是你们分房是谁提出来的？他提的。一开始他说分房，我肯定是拒绝的。夫妻嘛，在一起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聊，就是我觉得是有生活的共同点跟价值的共鸣嘛。但是呢，他说他做运动员嘛，就是身上总有一些伤病，有时候就不舒服，而且他就是不能听声音，比如说有声音、有动作呀什么的，他就会惊醒他。然后后来我们就分房，但我觉得也挺好，互不打扰。你理想的婚姻是什么样？不是这样吧？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从小是对婚姻有点惧怕的。我2岁，我父母就离开了，然后我是一直跟着我妈妈长大。我以前就给我自己说，我大概率不会结婚，但如果我结婚，我一定不离婚。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信，请深信。莹莹，你的婚姻状态此刻处于干婚、亲情婚还是无性婚？他们3个是不同的概念，你属于哪个？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亲情，但是你说我们俩现在生活的状态就是干婚。如果你们的主要的在一起的责任是一起把家里的债给还了，还完了之后，会让你在离婚和不离婚当中偏往哪边偏？我会去在乎我孩子的感受。你的砝码现在只剩下你的孩子，而不是你，对吧？那此刻的判断呢？此刻判断，我觉得我儿子需要，因为他儿子需要，不是他，我儿子需要爸爸。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希望他只是爱孩子、爱他自己，那请问谁来爱你呢？我体验过爱情，我觉得够了，就那样。你是观音菩萨吗？我觉得冉莹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妻子和母亲。刚才说到分房睡的时候，他还找了一个很委婉的、体面的理由为对方。我们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做一宿”。为啥？我觉得这个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被置于爱情之前了。您刚才说就是不想让孩子没有爸爸，可是无论婚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爸爸依然在啊。我觉得婚姻的关系是一个3角形，是爸爸妈妈孩子。我觉得他会比较稳定。其中一方缺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得不要去承担另外一个支点的力量。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可能健康的家庭比完整的家庭更重要。如果我是孩子，爸爸爱我，妈妈也爱我，我跟爸爸的关系是我跟爸爸的关系，我跟妈妈的关系是我跟妈妈的关系。他不缺失父爱，也不缺失母爱，但至于你们2个在不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是莹莹，你选择走，对，你已经反复跟我提出分手了，这背后一定是有潜意识的动机在的，这个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我可能跟大家观点不太一样哈，我想说一个好消息，我觉得你们之间有深深的感情。如果知不爱到了最后不是争吵是冷漠，
他能够因为开门这事能生气到晚上，说明他很在乎你对他的反馈。而且他还故意刺激你，他早上让我吃了苍蝇，所以我让他晚上不开心啊，还甚至有点小报复的感觉哈，很幼稚的小男孩，而且好像是热恋当中的感觉哈。其实我想要那个就是有点感动，就是那一天，就是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去买菜做饭。我觉得他去买菜做饭这个事儿，他的心里是有这个家。但是开门这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姐姐们能不能 get 到我这个点啊，就是他为我来开这个门的时候，我就像被嘣了一口，你明白这种感觉吗？那你觉得他心里没有你吗？我觉得，对，我觉得你可以没有我，你要有家。我如果是他那天早晨给你开了门，你是这样的反应，我也会很生气。你要他爱你，他表达了爱的行为，然后他得到了什么？一顿数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听，就是背后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刚才说了个很关键的话，他给孩子做饭，我特高兴；他给我开门，我就不适应，因为我觉得他不用对我好。你内心要有一个配得感。你是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对你好的一个女孩子。老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不配得感。我觉得你为我做，我很容易，我很开心的。但是我希望这个做是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们20年了。我现在怀疑是你们俩企图被看见的那个点错了，错位感。对，邹市明可能想被看见的点叫做你不是想要好好过日子吗？其实我也会当一个好老公，对吧？哪怕是演，我知道我在努力。然后你其实会说，那你平时不做，你此刻一做，我的付出，我的委屈，岂不是就被看不见了吗？不对，不是，不是吗？他不是因为这个委屈，我不需要这个。那你到底为啥委屈？我想帮莹莹姐说2句话。莹莹姐为什么对于开车门这个事情这么应激？是因为我觉得莹莹姐上节目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的婚姻，看看怎么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但你现在突然给我开车门，掩盖了我们实际的问题。心里可能潜台词说，你在这儿跟我演什么演？对啊，我觉得可以私下说，跟老公私下说，对，而不是当着镜头说。那为什么只能冉莹莹共情邹市明，而邹市明不能共情冉莹莹呢？他没有共情能力啊！你为什么非得要求他有共情能力？能力是一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学呀，不行，我觉得这个选择和能力还是不太一样。那或者至少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模式呢？不一定我发自内心的共情你，但是我可以摸着你的手说我懂。底儿都不是这么打的，你告诉他几天后改变了。对呀，他需要有一些畏惧感，他需要有一些危机感。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这一辈男性在情感当中的一个习惯，就像我的爸爸也是这样子，因为他觉得你绝对不会离开他的，他觉得你需要他多过他需要你，所以他不再去在这段感情当中用力了。我不再想要去讨好你，我不再去想你要什么，我只想我要什么。作为一个男的会有共情这点，我发现就是他喜欢萝卜，你喂他的是白菜。其实男的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你说你为君王，我陪你什么那个君临天下；你若低谷，我陪你东山再起。这都什么词儿？这不也很土味是吧？看网文看多了嘛，看爽剧。哎，为什么？就是一个男的，在我做的成功的时候，我是愿意去让你来享受我的荣耀。但是我失败的时候，我是不愿意让你参与进来，跟我一块儿。我给你一个黄金句，好，如果你们有冲突的时候，要用一个黄金句，叫做还没有，就是你没做到，改成你还没有做到。咱们俩不能好好的沟通，改成咱们俩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好的沟通，这叫成长式思维，这就是弹性心理谈，这就是抗挫力。所以你们之间要沟通啊。那我们看完莹莹的 VCR 之后，我们现场呢也出了一些热聊的话题词，让我们也请观察团的成员投票。长不大的老公应该怎么引导？和面对长不大老公，是不是应该先放弃？都是3票。冉莹莹，你自己对哪个最感兴趣？第2个吧。
就有一天我们跟郑恺、苗苗一起去打网球，打完之后苗苗有个包就落在我们家了。然后第二天郑恺哥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你给我闪一下。我说我老公在家，我马上给我老公说。然后我就给我老公说，你能帮忙闪一下吗？然后他说我不会。我就截了个图，我就发给了郑恺，然后郑恺就狂笑，他说哈哈哈哈哈，打了 N 个哈哈哈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因为我给我老公的备注是大儿子宝。我觉得莹莹第一段的片段当中，我觉得呈现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对，莹莹她在干婚状态当中，更像是一个干妈的角色。老干妈也是贵州的，也是贵州的，现在没到老了就是老干妈了。我想找个男生来发言，就老公应该怎么引导，先听听男人怎么说。首先，这个长不大的老公该怎么引导？像周先生，他更像是一个魔丸，一生毛病的魔丸，像是个哪吒。但是哪吒最后也可以变得很好，你要夸他，不能生夸，一点点的夸到他里边，哎，他就会往上好好的诱导。咱们要的不是为了论理，咱们要的是解决病，解决问题。我们要的是最后要过下去。我还预感啊，通过咱们这个姐姐当家，她不断在镜头面前不断的展现，不断的反思，她可能会出现很大变化，不是一般的。桃子，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作为运动员嘛，其实世民哥也拿了2块金牌，然后还是零突破。我感觉他们那种生活模式，包括我可能是比较健谈一点的，但是我一看就是内心比较这个敏感。然后有一点大男子主义，自尊心强，要强，加上要面子。过去被捧的，当然你们爱情很一致，但又不能完全切身体会到他的那种又是男人，完了社会的那种无助，我感觉。桃就哎呦太会了，他说的那些，他那对手也是一个冠军啊，对手还在想对手，他把他治的是由衷的服服帖帖。这个桃可以私下里教你好多。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子，面子这件事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是全世界的人都重视的，所以一定要给足了他面子。那李维嘉就没有这方面，你说我们随便说人家，对吧？要有这种精神。我也是要脸的。我听莹莹之后觉得特别心疼，我看到你在那儿我就很揪心。我看到你的那种责任感，包括就是有一种拯救者的心态，就是当你丈夫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不离不弃；当他好的时候，你无所谓，你有你的骄傲。所以你现在是第4个儿子，而且是你最难的儿子，因为他已经是成人固化了，可能你还要去教他。你是觉得他有希望，然后你也觉得还可以再努力一下，所以我觉得怎么着，咱们为自己再争取一把，给他一个机会。对，是的，姐姐。其实我们对待这样的婚姻，也要想让他干什么，直接指令到位。因为男性的这个基因模式里面就是战斗与逃避嘛，要不就冲，要不就躲。对，你要非常的指令明确，而且他对于生活细节的东西，他是没有自我闭环的这种能力的。就你让他去晒个衣服，他可能就晒一个衣服，然后他也不会把东西收好。谁说的？不，谁说的？谁说的？炸起了那边4个男生的不满。所以你看，这就是热聊话题。就是如果当你抛出去之后呢，大家一定会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也呼吁网络上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当中，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段 VCR，是小鹿的，一起来看看。